大家好，伟哥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多钟啊。然后，这是我在我老妈、老爸这儿住的第9天啊。然后，我基本所有症状都没了，但是啊，现在唯一落了，我感觉是一后遗症，应该是所有得这个新冠这个后遗症是吧？这奥密克戎，咳嗽，完了胸闷，然后还有点憋气似的，就每天都这样，啊，我听说呀，听别人说得1、2个月才能好，还有人说好不了，说这个就一直在咳嗽，啊，然后卡住那痰里边有血，啊，然后我是什么药都不吃的，我觉着咱们得普通感冒是吧，基本上3天就好，3、4天，最多超不过5天是吧就好了。然后后期也不用吃什么药，但是这个毛病啊挺严重的，它绝对不是一般的普通感冒啊。妈，您现在今天是第11天了吧11天了，依然在吃药，因为咳嗽、痒痒，完了钻心的痒痒这个嗓子眼儿，它是从肺里边呼出来的，啊，特别难受，然后体力有点不好，就每天感觉这个肺部还有咳嗽挺严重的。您还咳嗽吧？有一点儿。不怎么可以，我一声都不可以，就老。那早晨我刚我起的时候，起得猛了，你就这两天咳的。我老爸也是，夜里边基本不咳嗽的，白天也不会怎么咳嗽，但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依然还会有咳嗽的现象。我反正挺严重的，我是今天是第9天啊，第9天呢，其他症状都没了啊，就有一些感觉无所谓是吧，能扛过去。但是这咳嗽这玩意儿，它是从肺底里边，感觉是紧里边的。我觉得这玩意儿这感冒好像侵蚀肺了啊，我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否有这种感受啊。然后我儿子昨天夜里边，昨天晚上烧的时候是38.9度，然后夜里边我媳妇儿给我发一信息说你儿子现在烧到39.5度了，把我吓坏了。后来我又夜里边给他们发信息也没回，现在快8点了，我估计还在睡呢，一直在烧。39.5度，我的天哪！然后我们那个还有就是我们那亲戚，我看小孩烧到40度，哎呦，就那个温度计就已经是40度最多了吧？然后一会儿我再打听一下我儿子跟我媳妇儿还有闺女，我闺女也有点烧，就是38度多点，我媳妇儿也是38.5度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我心里还特别着急。你现在也不能吵醒他们是吧？过一会儿。晾好了，嘿，不错呀，好的，呵，这是老妈做的这个腊肠，自己灌的，看多好。这是几根噻？就这点儿。哦，看看，一股节子一股节子的，马上快春节了，提前做好了，然后。今天是晾晒几天之后，然后给它扎眼儿，要不然它该放泡了，是吧？这么不放泡，裂口，扎完眼儿以后就不会裂口。你们在家里做腊肠吗？按照配比，然后自己做的。哇，你终于起了？退烧了吗？打谁电话也打不通，把我急的都不行了。我说这不能给烧死了呀！儿子还是那烧吗？你儿子烧多少度啊？你儿子还是39.4度。我给他吃一个药，吃一个药，然后大扁担给熬那红糖姜片和那大葱汁水呢。关键他也喝水也少。你得让他喝水。喝水还凑合着吧，能喝点，就是不吃东西。不是你让他吃那布洛芬呀？吃了，吃完了也退完了，最低的时候是37.4度是吧？那就行，都这样。他反复烧知道吧？然后你得吃，按时喝点什么那个清汤寡水的粥啊、汤啊，喝点。不吃，半夜我俩洗个澡。出汗出多吧？洗澡。
出的汗出的多吧？洗澡？不是，我儿子2天都没洗澡了。我儿子说我想洗个热水澡，我说行，然后把水烧了。洗完热水澡别着凉就行。咱家还能着凉？就说呀。弄完了擦干了，然后就。你还烧吗？我不烧。闺女也不烧了吧？不烧。比如我半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，哎呦妈呀，不会是要死吧？就你这惊厥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。就浑身。就出现幻觉了，浑身疼。哎呦，半夜的时候，我们昨天不睡得早吗？我给你说完了，我就把手机静音了，就睡觉了。睡觉了，然后在那把我儿子醒了，说妈妈8点59了。我说哎呦妈呀，咱们都睡8点，我儿子说哎呦，都睡到8点59了。我说哎呦，是吗？我说儿子，是不是今天晚上8点59啊？睡糊涂了。啊？是吗？不知道。我说这是今晚上8点59。啊。我说哎呦妈呀，儿子快掐掐妈，还知不知道疼？不能死了吧？怎么有点糊涂了呢？烧糊涂了。38、9度可不是吗？然后呢，我说39度5，哎呀烧。我又给他量了体温，我让他那什么，我说不行，还得接着睡。多喝水，多睡觉。对，多休息。然后多休息啊，然后吃点什么那种清汤挂水的，饮食清淡点的，汤了粥的，别吃油性大的东西，也别吃太凉的。把所有东西。他啥都不吃。啊。你说他唯一跟我说吃的，我跟你说，要你听了我说你爸要听了，你爸就得蹭你。吃鸡腿儿。想吃炸鸡腿儿，什么都行，就行，别的不行，就想吃炸鸡腿儿。尤其昨儿人一说，他更想吃了，我没敢给买呀，但是他啥也不吃。传着呢。太油腻了。我没给买呀，我怕你说玩意儿那什么。那他啥说？你问他啥也不想吃，就想吃那个。他为什么不推车？推车轻啊。他啥也不吃，你说你干着急。楼下那小卖部买点橙子，把干丑橘，这吃点倒行。橘子。还肉肉。咱家里之前还有点剩的那什么橘子，大姐说看人网上说煮点那个橘子。煮吧。给它举完了就弄完了跟罐头连喝那汤再吃那个橘子。什么病也不治，就是去火的、顺口的。所有的人，三嫂子他们所有人都得。现在没得的就老唐守着一个小洋人，更没得呢，还是抵抗力好。真厉害。他儿子也没得，他儿子也是连他那屋都不敢出，说。现在都是好多家都是全军覆没，全得。我告诉你，该吃饭得吃饭，知道吧？啊？我妈为啥害怕？我妈假如就不是桥那上说自个儿一个人，说要小猴在家我不害怕，小猴不在家没人管你啥，那俩孩子也不懂，你这啥烧成哪？说那个。你知那谁？小杜，他小姑子。前天死了，就是没吃那个退烧药，就是扛着了死了。啊？死了？啊，就小杜和小姑子，死了32。烧死了。烧的。这是真实例儿。今儿早上小杜特意告诉我说，千万不要扛着，一定得吃药，不是说扛着的事儿。我的个祖宗，千万别不能扛着发烧，扛着也行，好家伙，扛着死了。死了，32岁，你要说岁数大也行了，32。我的天神祖胎。老杨他妹子呀。哎呦，千万不能扛着。老妈，今天做一个手擀面是吗？手擀面。一会儿我来擀面条。我妈现在那个卸酱呢，6必居的是吧？6必居。干黄酱，然后做一个炸酱，肉炸酱，还做一什么卤？白叶丝卤。白叶丝。嘿，弄俩卤啊！一会儿我来擀面条，全家搭配啊，还是得该吃吃该喝喝。那个你不吃不喝，
感冒不爱好。这老妈炸的酱啊，酱多好，嘿，真不赖。今儿你妈让我买，是吧3罐。这是什么呢？嘿，还来一个白菜丝儿卤，挺好，酥巴劲儿的，两样。水已经烧上了，马上开煮。然后这个面条，我说我擀，我爸说先我擀那个宽粗，然后这是老爹擀的，这家伙上面搁点糙棒子面儿，瞅瞅，3人够吃了。开始下面条，这大老爷子那小面条挺棒，倍儿利索。嘿，3人1人1碗挺好。熟喽，出锅了啊！手擀面。大家好，水哥，还是吃热乎的吧，别过水了是吧？我儿子发烧39.4度，然后说想吃鸡腿儿，我天，要我吃不了，是吧？吃不了，油腻的不能吃，今儿还头能吃这个了。是，来勺酱，媳妇儿跟闺女都退烧了，来点这白菜卤，倍儿棒，是吧？再搁一个饺子，嘿，一勺酱，2勺白菜卤，这家多香，真没加一人买的种的白菜香。对。今儿是第9天，然后还是有点味觉不太灵敏，然后胸闷、咳嗽是吧？咳嗽。这些日子好多了。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比之前强多了啊！哎，手擀面，真香啊！再来勺酱。给你妈发点儿。要我喝芝麻酱，那芝麻酱，嘿，我老喝芝麻酱，芝麻酱酱香。芝麻酱也香。或者外烧大的那种，蘸地味。对。白菜啊，然后白菜卤，哎，再匀点那个肉丁儿，炸酱，挺香。一碗够。跟我做的味儿不一样啊，传统的挺好吃，真香。还有粗了没啥事儿。瞅瞅，最起码有一点食欲了，虽然那个味觉差好多事儿，是吧？但是，大家能多吃点多吃点啊，越多吃点，然后你恢复的体力越快，精神状态越好啊。捡点那饭没吃。然后，我媳妇儿那不是说吗？他们的一个伙伴，小姑子32岁，然后也是发高烧，牺牲了。所以说大伙儿真别拿当普通感冒那什么看待，别让耽误病情。那个发烧的时候该退烧退烧，是吧？超过38.5的，超过38.5的，然后你赶紧吃退烧药。38.5以下的，物理降温啊，就是我们之前分享的一些东西，或者说还有好多那种是吧？那些成功的经验，你们都可以借鉴，是吧？也欢迎你们是否在第9天啊，如果得这个感冒重度了，然后欢迎分享你们的感冒发烧的经验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吃饭了啊，拜拜。